迎收看关键时刻。昨天中国在南海自撞，撞出了国际的大笑话。大家以为笑话一场，那也就算了，没想到这个撞出了大问题。你看到的这一段画面，竟然是撞击之后，有人竟然坠海了。但诡异的是什么？中国的官媒从上到下基本闭口不谈这件事情。你看到央视，他有报道这件事情，但没有提到有任何死伤的一个情形，甚至在中国的一个指标可以看一个人，叫做胡锡进。胡锡进针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发文？他有发文，但是没有想到这文章短短的几分钟，甚至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下架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是从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为什么会说这一次事件撞出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南海是中国要有海权，它一定要控制这个地方。结果没想到撞出了大问题，撞出了死伤，甚至《纽约时报》直接讲为什么解放军高层陷入混乱，习近平寻求加强控制。这句话是什么？解放军现在已经没有打仗的能力了吗？少和，你记不记得我们大概从去年一直到现在为止来说，都一直说解放军很多人事出现很大问题，那很多外媒都质疑说你到底能不能够打仗，甚至你看这个《纽约时报》就说解放军高层陷入混乱，习近平寻求加强控制，他质疑说你到底能不能作战，就在质疑的时间点里面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我先跟他讲。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观众的话，你在中国是看不到这一篇文章，还有看不到发生这个事情，还有看不到这些影片。这发生什么事情呢？主要是这样的：中国一艘海警船呢，还有另外一艘这个动52D 型的这个所谓164号的这个所谓桂林舰，他们两支船舰呢要追捕一个什么？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叫苏洛号，就没有两艘船在追他，就追他的时候呢，人家苏洛号没事。就那这个海警船跟这个桂林舰两个居然撞上了，你看撞的第一个时间照，你看，因为好像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海上呢溅出了红色，对，那溅出红色呢，就有人认为说，搞不好这是血迹，不知道哪一个人发生不幸的这个事件。所以这个撞不单单只是一个舰体受损、船体受损。当下有人掉下来。当然，因为如果你从远的来看的话，在最远一开始的时候，海警船上面可能有3到5个人站在那边哦。对。就撞完之后人不见，因为那个海警船的前面完全被削了一大块。那当然了，马上的时候，赵文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这个桂林号164呢，就好像没发生事情，他就把这个菲律宾的船赶走这样一个状况。那后续的时候呢，那这件事当然很重要。2艘中国你要执行，因为为什么？因为发生的是地方在黄岩岛。黄岩岛本来就是菲律宾跟中国的这个有争议的海域嘛，他们这样结果发生2艘中国船互撞，就那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央视都没有提，央视都说，我们这个就菲律宾船只侵扰这个黄岩岛附近的海域发表谈话，没有讲到这相关的事件。刚刚不是看到人了，不是看到血了，这个事情怎么可能会讲？你讲出来的话多么这个丢人。那你看胡锡进马上胡锡进有发言哦，他说什么？坚决支持战斗在黄岩岛，对不对？一线的这个中国海警还有其他执法力量，然后中菲11号又在黄岩岛对峙。他说外媒纷纷报道，在对峙的时间有2艘中国执法船只发生碰撞，造成损失。他就讲这样，然后他说，如果发生这个证实的状况，那应该就是要这个账要记在菲律宾的身上。就他发这个文章也没怎样嘛，就被消失。为什么？因为你讲到有2艘执法船发生碰撞，这个在中国不能讲啊。就你讲的时候，管你是胡锡进还是谁，反正你给我下架。所以呢，事实上中国目前只是封锁这个消息，因为这个消息来说啊，对解放军、对中国军方脸都丢大了啊！为什么追捕不到你2艘船互撞啊？这不是很丢脸的事吗？但是我就会说，中国现在是看不到这些画面的，而且是从上到下，通通都是不讲。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画面，那么时候，明明船头海警的船头上面5个人哦。对。结果我们刚刚都已经看到一个画面去给大家捕捉下来。结果现在你中国想要装作没有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对，好，事实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主要这个苏洛号在开的时候，后面有2艘船在追击它，一个是编号3104的海警船，一个是164的这个舷号的这个桂林舰，2艘这样。逼近他的时候，那这是菲律宾人士拍的这个照片还有影片嘛？你看第一个时间，这是从菲律宾的视角，你看这边上面就有人嘛，对，这里面大概他们算上大概里面有5个人左右，就在这边，都在这边这附近。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控制这个是水炮啊，他们控制水炮，因为他们一路在追，在用水炮攻击这个苏洛号啊，所以呢，这上面有人。好，那因为他撞到他的侧翼之后呢，就马上就出现了我们刚才看到疑似鲜血的状况，就是人可能掉下去。对，那掉下去的过程
里面，它可能因为船只互撞嘛，他们搞不好人肉就被人家压过去的一个。它的船头烂掉，对，结果这东西这颜色太不寻常了吧？它就是上面执法人员穿的红色背心嘛，哈，那它掉下去，在这个地方，你看就疑似有个人在这边，它整个这个你看海警船的这个船头已经完全都毁掉，你看完全都毁掉，你看这边好像疑似就有人在这个地方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讲。后来没多久之后，因为菲律宾的船被驱赶走了嘛，你看这个完全海警船的前面都不见了。那我就讲前面撞成这样，你觉得当初有人站在那边，你会怎么样？通通都可能都生命危险的嘛。好，那我就讲，结果没多久之后，中国马上就派出这个小型船开始去搜寻嘛。这个军舰都拍了你看这个好像海边有一些人影的这个状况，对，所以就这样撞的这个。你看这个海边有一些人影，就等于是出大事了嘛。好，那我就来跟大家讲，为什么出大事呢？你看中国还是有抛出一些文章的啦。你看这个中国军事的微博的海洋装备与公务船资讯的时候，他有抛了，他11号有抛一个，你看这个南海维权的这个专项啊，那里面抛了，它有3根蜡烛，还有一个哭脸。对，然后有人就说，这个可能就是在暗示。就大概有3个这个疑似是海警人员可能罹难的，所以他们今天发布的讯息，对，连从图案是都知道他们有些事是不能说的，对，只能靠图案来讲。没错， 3根蜡烛是在纪念那些死者的，对，就是你看到那个图，你就说哦，我们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不能说的理由嘛，哈。那你看，事实上他们这边人都非常非常多啊，你看就随便一讲话，哦，这至少这一艘这个海警船上面来说，20-20个人的配置是跑不掉的，好，那我就跟他讲为什么这样发生呢？我就讲这一艘这个3104号的这个船呢，你看他第一个时间，你看他在后面追这个苏洛号，那苏洛号他用我们就讲他在前面用水炮嘛，他们在后面用水炮这样攻击他，结果你看这个苏洛号很厉害，他就一直左闪右闪，左闪右闪，就水炮都没办法攻击他。然后没办法攻击他的时候，2艘船，一个海警船在后面追他，然后另外一个桂林号要从旁边追起来，你看就这样。2个就这样撞上去了，因为撞成这样的后，菲律宾还跟他说：“哎，那中国船只，你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啊？”对，中国怎么可能要他帮忙啊？你看，这还这样子，我们是海岸巡防队啊，然后怎么样，我们要你帮忙，就没想人家不理你，而且他还把你赶走了，他马上这个桂林舰就旁边把你赶走，所以那事实上这不可能让你看到我们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嘛。好，那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哦，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胡锡进的文章马上就被删文，对不对？那我就讲，这个显然对中国造成很大，你面子都丢大了哈。你中国面子丢大的时候，对菲律宾来说是怎样？立了大功，所以你看这怎么办呢？你看，而且你看到胡锡进之前是在讲什么？他说这一次会发生这种事情，你菲律宾你要赔钱，对，你要所有中国执法船的损失记到菲律宾挑衅者的账上。对，接下来中方对于菲律宾船的入侵行为只会更坚决的反制。让其挑衅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对，这句话很好啊，没问题啊，你就是给我赔。对啊，然后结果这没有多久就下了。对啊，这太奇怪了。他立场其实没有错，但是只是说，因为他讲出了这个东西，2艘中国执法船发生碰撞，这是不能够讲的嘛，中国不能讲这个东西嘛。哈，那你讲这个好，那于是被下架。那我就说。把人的失败的习惯快乐嘛，对不对？那你中国的失败，菲律宾当然觉得太开心了。你看这种，你看菲律宾的这个，我们看就是这个苏洛号，对，他们有很多男女在那边笑啊，因为他的船型比他们2艘都还要小，就没有保住了自己的船，万岁 Viva！ 你看用万岁来讲，对啊，那马上他们就抵达了菲律宾海岸的时候，你看海岸这个苏洛号抵达了之后呢，就没想到了，你看他们相关的海军的相关的人员马上就来了，你看就表扬他们了，他们这么海防队的这个指挥官嘉文马上就亲自在港口迎接啊，然后为每一个人都这个授勋，你看每一个都授勋呢，每一个都授勋，然后就说因为这件事情都授勋，对，没错，你们是民族的英雄，对，没错，因为为什么中国是说我们在南海的这个黄岩岛嘛，那他们就说我们在西菲律宾海的这个海域执行的时候，这个完成了这个你们应该的任务，对，这个你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确实是维护海上和平最持久的先锋，所以你看。等于菲律宾在这一次里面来说，哇，他们出了一口闷气啊！我的船只比你小，吨位不如你，但是你们2个撞了，哈哈。所以今天中国快气炸，为什么？看到这几张照片，是伤害性没有很强，对，侮辱性极高。对啊，这个莫名其妙。对中国来说，这个孰可忍孰不可忍啊？对，那你就讲，但是这确实是发生了。好，这一段也太有趣了。这中国的海警权威发布4个字哦，他说什么？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代表一件事情什么？我中国海警，我没错，我是专业规范的，而且我很正当合法，有错的不是我。好，那事实上来讲这段话来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事实上是海警船跟解放军相撞嘛，对，所以现在大家已经是互相推诿责任嘛。虽然说啊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可问题是真的没有问题吗？因为他在第一个时间点里面，目前为止接下来的话，很多船在这边绕来绕去的时候，他们都看不到这个海警船的定位。你看有非常多做这个应答器的这个船在这个地方，对，那很多应答器在这边。好，那你讲没有看，但是就没有看到这个3104号这个应答器的这个状况，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处于看不到的这个状况。好，那因为你关掉应答器之后，现在人家就发现嘛，为什么你这一台3104号会跟这个军舰会互撞？因为你把应答器关掉，所以这个军舰是不是看不到你这个看不到你的这个状况嘛？对，因为为什么？因为146号以为这个会以包夹这个菲律宾飞舰的方式执行的任务啊，不排除是为了抢攻嘛，所以等于是两边为了抢攻。但是164号上面有这个正向雷达啊，还有超视距的这个搜索雷达啊，远程介护的警戒雷达，还有配套的电子设备啊，这你怎么会看不到这个海警船？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海警船它把它的应答器关掉，但雷达上看不到，所以这个船呢没有看到你。可是问题是，它就在你旁边没多远，你应该也看得到啊。结果还是没有看到，还是两个互相撞上去，对，所以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其中一方他把他的这个所谓的应答器关掉，对啊，因为我不要让你发现我今天做了什么，是啊，然后结果他就直接杀过来，对，其实是这样，大家都在争功，应该是这一台这个所谓3104号呢，他也不想让这个菲律宾方面看到，所以他关掉那应答器嘛，对不对？好，那关掉应答器的时候，就没想到你在后面，他就一路在后面追。你看，如果我们看了影片的话，他这一艘海警船是一直在后面，一直对他喷水，所以海警船跟着他已经跟很久了。那这一艘这个船呢，这一艘所谓军舰是额外杀出来的，杀出来的状况来说话，所以就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情形？就我所以才说，这不排除是双方互相抢攻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我们就讲嘛，事实上显然解放军里面来说，或是所谓海警部队出了很大问题嘛，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所谓一般的动作，你操作成这个样子，所以你看。《纽约时报》说什么？解放军高层陷入混乱，习近平寻求加强控制，主要原因也就是这样子嘛。你看以前的这个军委会，我们看这一届军委会里面来说，人事就是这些。那你看，除了目前为止习近平，然后还有这个张又侠还在的话，你看已经不见了。政治工作部的这个主任这个苗华已经不见了，对，还有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不见了，然后还有跟这个习近平非常要好的这个何卫东组织这个对环台军演的，他也不见了。所以你看。7个人里面已经不见了3个，那所以你看，目前为止到底谁能够作战，大家都完全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作战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很多军力你当然就无法指挥的一个状况。甚至我们就讲，在这个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说目前为止来说话，这些清洗可能会扰乱协调，削弱对指挥官的信心，让北京在考虑对台发动水陆两栖进攻的时候更加谨慎。当然要谨慎啊，我跟你讲，这一次很简单的海警都能跟这个军舰擦撞，如果你真的要大规模攻击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生这种事情，大家撞成一团。对啊，所以我就说，人家就说的确有可能会影响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因为中国军方我们就讲，美国军方都在强调什么？我们要会打仗，要打仗。可是中国军方现在在做什么？他不是在做要你怎么打仗，他们现在反而是在重新加强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控管。譬如说，他们说。这个全面肃清流毒影响，重塑这个政治干部的这个形象。解放军报连续在头版发表论文，就是说要什么，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坚决干什么，那就这样。所以意思是什么？今天不管怎么样，忠诚比会打仗还来得重要。就你要忠诚，你其他不用说。所以呢。你会不会打仗不管你只要相信我，你听我的话就好了。对，即使是你们在这个黄岩岛互撞也没关系，只要你听党中央就是没问题。虽然这种风气当然连带会让他到底能不能战，我恐怕这不只是中国内部人在质疑，甚至连全世界也都在观察你解放军到底能不能战。宇轩，我们刚刚看到的一幕是什么？菲律宾的海岸防卫特种作战部队，甚至为什么他这一次可以把中国戏耍团团转？
都跟美国有关的。对，赵文没有错，这一次完全是汤姆猫与杰利鼠的海上版。而汤姆猫是谁呢？就是中国这两个庞然大物。杰利鼠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我们讲菲律宾哦，也是日本帮他做，小小的只有350吨。但其实它的状况是这样，原本他们就一直追着它，但是对于这个我们讲的动56的这个战舰哦，这个船舰。它呢把所谓的定位器给关掉，所以导致说呢，它一路追的时候呢，反而是谁？本来应该是要欺敌，也就是让这个350吨位的菲律宾这只杰利鼠看不到，结果没有想到呢，没有看到的是谁？反而是他的好朋友这个动52D，直接拦腰我们讲侧头就把他头给撞上去。所以各位，你看完这个画面之后，你不禁想想看那个卡通有没有？杰利鼠一直跑，就汤姆猫呢拿着锅铲要往他身上打，结果呢，各位啊，他们这两个装备不是开玩笑的。对。这只杰利鼠其实350吨而已，你要它有什么样的反击能力，基本上是0。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桂林舰7500公吨，它有一大堆震控雷达、反舰飞弹、反空飞弹，各式各样的飞弹，它要把它我们讲集成，这个是我们讲的不费吹灰之力。而这个1440吨的动56也一样，它有高压的水炮，而这个水炮全程都在攻击。但为什么一直抓不到它呢？杰利鼠有杰利鼠厉害的地方。重点在于哪里？在于他的身份。刚才赵已经跟我们讲了，他是海岸巡防队的特种作战部队。特种作战部队。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搞懂了。你知道他曾经跟谁对抗过吗 ？ISIS， 他跟 ISIS 作战过。所以你中国这个船舰算什么东西啊？来，当时他是在哪里？在马拉维市。那个时候呢 ，ISIS 呢控制了这整个都市。那你也知道，菲律宾原本完全呢。无用武之地，只能持续的每天2次不断对它轰炸，都快要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打成鬼城了。而届时是靠的是谁？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刚刚受训的这个所谓的海岸巡防队的特种部队，他直接公路里面呢，才好不容易收复失土。那为什么这个海岸巡防队特种部队这么厉害呢？来，我跟各位报告，当时仰赖的是什么？P3猎户座巡逻机。这个 P3猎户座巡逻机是谁？来自于美国，也就是这个特种部队，它所有的技术、它的装备、它的战术指导，甚至它的武器，全部都是什么？来自于美国，都美制的，都是美国制的。换言之，他连这种作战思维都是美国教的。对，所以这是一个纯美协同的一个我们讲的菲律宾的这种特种作战部队。所以想想看，当时 ISIS， 回到2017年，那时候是极其凶悍的哦，把什么建筑物啊、教堂啊、监狱啊、学校全部都占领了。他们就跟水果一样，这样摸进去，最后呢，把这个城市我们讲的顺利的收复失土。但你知道厉害在哪吗？其实最近期哦，美国跟这个菲律宾的特种部队还有进行演练，就在5月20号而已。对，那个时候派出什么巡逻艇，在我们讲斯特拉顿号，还有所谓的 P8A 反潜机，这个海神也一样一应俱全的全部上场。所以换言之，他们是实打实面对海上有这种作战能力，而且演练的地方就在南海。他在跟你讲一件事情。这个特种部队绝对是中国这些，包括你要争取黄岩岛也好，或者是海上霸权也好，它的做中刺、眼中钉，因为它具有高度的能耐。你看哦，今年已经是第2次演练哦，在当时我们讲的5月20号的时候，而2013年还有启动联合演练模式。换言之，美国就是专门训练出这个部队，而这个部队是干嘛？海上军事合作，确保海洋利益。换言之，它就是针对你中国来的嘛。对，这个特种部队就弄你们。所以他今天从2023年到现在已经第6次，6次演练下来，你这样果然2个军舰，一个是军舰，一个是海警船，就在眼前砰的一声撞了，然后他平安无事。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曾经就有这个训练啊，快艇追逐拦截训练。换言之，当你今天船舰怎么跑，你今天怎么拦，你今天怎么闪，不然你会想，350吨，人家7500吨马力也好，另外一个1440吨，怎么追都追得到吧？但是他偏偏跟你玩迂回，对，他会知道怎么绕，那绕到最后还绕到你2艘船。我们讲白话文啊，就是他故意让你们2艘船撞在一起嘛，你们2个就傻大个了，就2个就蹦一个就撞到了嘛。你看哦，包括海洋巡防队，甚至还有训练什么攻坚，还有训练什么。跳上我们讲潜水艇抓人，这都是什么？这是美国 Coast Guard 跟他联合演练中美国的一个项目。所以今天是美国把现在画面当中这一整套的全系列的原封不动都交给了菲律宾，就手把手教你啊！所以你看，美国这个训练完之后，菲律宾也会什么？
他也照样一样画葫芦啊。包括他可以干嘛？他可以抢滩训练，甚至是呢，你看他也跟美国一样，学会所谓的攻坚。各位，我现在讲的是菲律宾海岸巡防哦，他完全师法美国，甚至还有所谓的夜间伏袭，就是你看哦，带这种我们讲夜视镜，然后他还干嘛？水鬼，他可以摸到水下里面的进行大步拆解。他有这么厉害，连水鬼都有。对啊，而且他还可以空降啊，他包括跳伞，这都是美军教他的哦，手把手，直接从我们讲的训练这种空降训练，然后包括相关的体能啊以及射击。所以换言之，当你今天中国以为说，哎，我在菲律宾这边吃了闷亏，遇到了滑铁卢，但你心里想说，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弄得这么隐秘？因为它背后其实象征的不只是菲律宾跟中国在海上霸权的争夺嘛，它也象征的是美国在整个训练的扎实程度上，以及应对上，在这1亿里面赢得了面子，也赢得了里子。瑞德，这样一路看下来，中国的军事现在被外界说什么？你根本纸老虎啊，看破手脚。为什么？你今天连军舰跟海警船都可以撞在一起，未来还能打仗吗？那这次的这个海警船跟这个所谓的动物2D桂林号撞在一起的可笑事件，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啊！撞出了一个其实对台湾未必不是好事的一个现象哦。为什么？请问一下。它的海警船对不对哦？号称跟我们的海巡署号称是第2海军，意思是一样。对。那他为了要让全世界认为台湾海峡是中国的内海，所以你没有发现吗？最近很少派军舰故意在台湾海峡跑来跑去，都是派海警船。不仅在金门、马祖沿海，还在澎湖、台湾海峡，海警船绕来绕去嘛，甚至于绕到我们东边来了。他就是要让人家觉得，就是所谓的动5、6级的军舰改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被撞毁的前面的这一艘，它平常大概是1300公吨左右啊。那问题来了，它其实也可以放飞弹，也可以放什么？那因为它要执行海警，所以有时候把飞弹那个拿掉。问题来了，你今天其实讲真的啦，要对付菲律宾的巡防艇，它苏洛号才44公尺嘛，350公吨而已啊，你是1300公吨。小虾米对大鲸鱼，你出动个1到2艘的海警船，要对付菲律宾绰绰有余嘛？请问为什么把中共的招牌动物2D的这个桂林号也派来了？你这个是用小虾米对大鲸鱼，我讲你是说杀鸡焉用牛刀嘛？你何必嘞？动物2D是中共跟动物55是这2型号。是目前为止中共最先进、最 top 的这个等于说先进的这个飞弹驱逐舰啊，他把它派到这个来，我跟你讲，你根本没有必要嘛。那为什么这个驱逐舰会杀出来？两边除了抢攻之外，表示他们中间出了问题嘛？稍后你知道吗？那么日本在今年宣布要送给菲律宾6艘同样像苏洛级的这个350公吨的这个巡逻艇之外呢，你知道？菲律宾最近连续2艘购置这个韩国的垂直发射飞弹系统的驱逐舰已经到位了。他们在去年2024年跟菲律宾跟美国的海上肩并肩，那么相关的军事演习上面，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做什么？他特别由这一艘从韩国所拿到的现代化，在此之前菲律宾都只有炮，没有真正的飞弹。没有真正能够这个飞弹可以发射的，他一口气拿到还是垂直发射。然后呢，他做了一件事，他跟美军的驱逐舰一起，但是呢，由菲律宾的这个从韩国拿到的现代的驱逐舰呢，直接发射了1枚飞弹，集成了1艘废弃的油轮。为什么要集成这个油轮？你知道吗？因为这艘油轮是由中国制造的，所以他把它当作靶船。1枚飞弹就把它砰的打中了，以后就击沉整个油轮就沉下去了。所以现在对菲律宾，那更何况他从这个等于说印度啊买到了莫纳瑞斯的这个反舰的飞弹。那么请问一下，菲律宾他要反谁的舰？不就反你中共的军舰吗？所以呢，当他拥有了他的武器越来越多了以后，如果说台湾是豪猪的话，菲律宾现在已经是刺猬了，而且看起来这个刺猬还不断的在长大又长大，所以这一次的中共的相撞事件就告诉我们，中共的海警船跟他的海军之内，他们之间的沟通是有问题的，他们之前没有办法像我们的海巡署跟海军一样，是2个合为一体，1+1大于2，没有。
中共充满了本位主义，中共充满了自己抢功劳的本位主义，最后就是自己人撞自己人，闹得天下笑话。廷伟，我们现在都看起来太奇怪了，海警船、解放军舰，我们刚刚讲了。海警这个地方说什么？我们呢是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等于什么？我甩锅了，就你解放军的错啊，我没有错啊。结果现在什么？中国都晋升，我们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能不能打啊？中共的中央应该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搞不清楚。我觉得他们第一个我们说海上在这个避碰规则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要右转舵的。没有人再这样子左边这样切过去了，那显然就是要包抄那一艘菲律宾的船。那问题是，以往的中国海军就是解放军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备位的一个功能。我刚刚去清查一下，在现场来讲，不是只有那一艘3104那一艘船的海警船而已。事实上，在现场的海警船基本上至少有8艘，有8艘。那如果就算是要来包抄那一艘这个菲律宾的小船基本上也是要由所有的其他海警来包抄，而不是由海军来做这个动作。对。那所以桂林号冲进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刚刚瑞德有提到两边的，因为你知道中国海警船它是隶属在武警部队底下，它的海警总队上面是谁？中央军委会。那海军这边来讲的话，上面也是中央军委会。那什么事情中央军委会应该要协调，而且这个系统来讲，他们应该要整合才对啊。所以第一个显然没有在整合，第二个指挥体系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甚至于说现在我们也发现到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相关的，不是在8·1建军节的时候，发现到很多的高阶将领全部都缺席主桌吗？都不见了，那包含海军司令员也不见了，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组织都不在啊。那底下的乱搞所以你说他们现在一团乱那底下乱搞的时候，你可能在回报的时候，以及在这个整合作战的部分来讲的话，完全是没有办法协调。然后再来一件事情菲律宾这艘船，不好意思，这艘船是2017年建的，这是谁建的？日本人建的。小船归小船，那跑得快啊，而且什么意思？你看那里面在那个船舱当中，菲律宾的这些海警他们这边吆喝有没有？对，那个开船的那个轮机的，基本上那些有女孩子呢，这个比那个中国海警还有中国海军还要更厉害你说他们非常的灵活，钻。那像不像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部被日本歼灭掉。船大没有用啊，船要灵活才有用啊。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这样撞出一个大问题出来，不是单纯只是这个所谓的系统整合的问题而已啊。你船坚炮利来讲的话，跟那个日本所建的这样的一个灵活的小船，那大家不是那种景象，甲午战争的景象重现了吗？对。所以你船大有什么用？还是战败啊。所以什么意思呢？现在菲律宾应该不只是心里高兴，那个政勋的，那个政勋刻意的，你知道吗？那是刻意要就是羞辱你的，羞辱给中国看的。但是重点是说接下来菲律宾发现到这个策略终于奏效了。怎么奏效？我就骚扰战，因为在现场也不是只有桂林号这艘军舰，还有另外一艘军舰也在。但问题是，他们本来是备位用的，那为什么会今天搞成这样子其实跟去年来讲的话是有关的，因为去年黄岩岛公告了领海基线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两边都在守自己的本位，而且在马尼拉附近来讲的话，也有美国军舰在那边，所以大家都看着在现场这种状况来讲的话，第一个解放军内部来讲，这种产生高阶将领的缺席。不见了，人都不见了，这怎么打仗？没有指挥官啊！对，没有指挥官怎么打仗？在现场小兵乱成一团，然后解放军跟这个军舰跟海警船完全没有任何的系统整合的做法。那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不是乱了套吗？那现在来讲的话，整个他们，我觉得接下来还有很多将领可能都要倒台，可能都要下台了而且现在也开始清整苗华系统。苗华都是海军系统上来的，你知道吗？结果苗华系统当中的这个杨友兵其实现在也被发现到说已经也下来了，也不见了所以什么意思呢？就中央军委会当中现在是一团乱。那这种一团乱的情况之下，他怎么带兵打仗？他又怎么这个不只是台海作战，你光是一个南海在守护黄岩岛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冲突，而且你知道就看起来你看到那个3104的这艘船对，它前面是很不坚固的。照道理讲
中国大陆它现在在造的船哦，原则上前面都是非常尖的，它目的要干嘛？它就是要撞船，因为本身来讲的话不开第一枪，但是可以去做撞船动作。但是你这种前面的结构这样子，撞你自己的军舰了，你的矛自己撞你的盾，而且你的盾这里让你的结果产生这个样子。啊，桂林号来讲的话，看起来还蛮坚固的哦，因为上面大概就是擦撞的一些这个概念而已哦，未来可能保修费也不少啦。但是就是说，显然哦，它的海警船哦，可能有一些弱点存在，这个全世界都在看，包含美国 Coast Guard， 包含菲律宾 Coast Guard， 台湾 Coast Guard 都在看到底，特别是日本 Coast Guard， 因为这艘船日本造的哈，所以以后呢，可能日本又要开始抢单了哈，以后日本要赚大钱了。菲律宾来讲的话，现在哦，可能赶快哦建构它的所有的这种所谓的刺猬战略了，来准备应付中国的海警。宇轩，这样一路看下来，习近平在国际上面出大包了，这大包完之后，这不能讲啊，丢脸。为什么？习近平爱面子，习近平什么好大喜功，习近平什么他喜欢这种被人家拱上去的感觉。你看到这个画面，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这是中国成都亚运的宣传片，亚运运动选手嘛，结果2分15秒里面只有15秒是选手，2分钟都是习近平。这当然没有错嘛，海上丢的脸有习近平在体坛把它讨回来。为什么？因为习近平他说我对于足球、篮球、排球、网球都很喜欢。我跟你讲啊，习主席说他很喜欢，就代表他很擅长。所以习主席是足球小将翼，习主席是灌篮高手，习主席是排球少年，习主席是网球王子，他通通一个人都包办了。但这是他过去曾经讲过的话嘛。但没有想到新华社啊如此的了解揣摩上意，他这是个短短2分15秒2分15秒里面，他把习主席热爱足球、篮球、排球所有画面都呈现出来了。这是为了亚运哦，就都是习主席。你看哦，2016年9月，习主席在北京81学校考察，他说我在这个地方踢过球啊，他马上的习主席我们讲的这个倒挂金钩什么样的踢足球。丰功伟业都把它写出来。习主席还干嘛？热爱游泳。习近平在厦门工作时就曾从鼓浪屿游到对岸，你知道吗？这有多远啊？超远的。大家跟你讲，习主席很能游嘛。我年轻的时候练过拳击，然后呢，我当年的滑冰大概也在小学的时候，结果他把所有习近平曾经吹过的牛，通通都塞到这个影片里面。那大家不禁想一件事情，你到底是要我们讲的低级红高级黑，是不是啊？你怎么会讲亚运，然后把习近平？你看这个旁白，刚刚讲从鼓浪屿游到对岸，旁白竟然说习主席曾经从鼓浪屿游到对岸，水性非常好，而且他还喜欢爬山。他根本是全能的男人。对，照我们讲任何一项都是在羞辱他，因为他什么都会。他说我每天一天都游泳1000米左右的距离。换言之，他说习近平非常认真。但我跟你讲这些都没有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习主席他的汉操以及他的体能，还是主细汉不用出来。过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有一项运动叫做上山下乡。你知道那什么吗？把城市的这些知识青年，像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全部撒到乡村去叫做插队。所以那时候呢，他们讲说，习近平在那个插队时期早就已经培养出他的汉操。所以他曾经讲过，在我们讲到湖南考察的时候呢，最近他又讲起去年4月他又再回味一次喽，回味他的神话。我跟你讲，这个神话百听不厌，叫做肩扛200斤，10里山头不换肩，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嘛。习近平很厉害的嘛，都不用换肩200斤10里山头。所以2024年4月，他曾经讲说过去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下乡嘛，扛麦子不能换肩。他跟你解释为什么不能换肩呢？因为换肩的时候正好会怎么样？你是不是要拿下来？对，歘嘛，对，会抖嘛。对，那抖的时候，你再放到另外一个肩头上的时候，花旗下面打击呢，麦子会掉在地上，不能浪费。他说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现在呢，在机收上用机械去收，以前是人收嘛，也会有这个浪费，必须要改进这个机械，避免粗放作业。但是大家不禁想要说，习近平一路从年轻讲到大，
2003年的时候，这是他第一次提到自己神话的时候。各位你看啊，还很年轻哦，这不是 AI 哦，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10里山路不换肩。到了2004年的时候，他又讲说，后来评为10分，10分那就是最壮的劳动力。他说自己是人家熊用的嘛，因为他高大壮嘛，高大帅嘛。OK， 像我们夏天担麦子，就是最多200斤，10里的山路一口气就下来了。太厉害了，对嘛？所以这种体能，你怎么怀疑说他不会我们讲的运动呢？所以后来大家都在看说，习近平过去哦曾经吹过了牛，来哦，这是他自己讲的哦。我个人爱好阅读哦，所以他是个知识青年，也喜欢看电影。OK， 他什么电影都看，旅游、散步。说到体育活动，我最喜欢游泳、爬山、足球、排球、篮球、网球、武术。那我看到这边，我心想说，好啦，那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马保国好不好？你什么都会啊，都给你啊。我也爱看冰球，滑冰、雪地俄罗斯的媒体，反正他什么都会。你看哦，这是他曾经见过奥巴马，对他第一跟奥巴马讲的就是说，我每天游1000米，我每天游水中蛟龙了。对，真的是龙。OK， 然后你看到拳击，真的哦。我年轻的时候练过拳，这照不是，宇轩，你看到这个画面，这哪像在练拳的？他石头都没握紧，拳头都没握紧。不是，而且你打拳击哦，通常你那个是要闭锁状态，为什么？对因为闭锁状态哦，就是你的手哦要靠拢，那个才有办法出拳，不可能这样打开嘛。那所以那个是花拳绣腿他。那是鹤拳了吧？对啊，我不知道嘛，中国武术嘛，他说了算，习近平说了算。但是这个就真的绕亏了。2014年的时候，他曾经去过蒙古，对，那时候习近平呢，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他突然间又会拉弓了。他说他也会射，哦，他也非常会射弓。这张也太帅了吧？对，你看哦。我想最照了，我们做媒体很知道角度很重要。对，你从正面看哦，觉得习主席哦雄壮威武。来，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来，我们看到这张，太帅了，太 man 了，他整个拉弓那个气势有没有？自信的眼神完全散发，对，我讲横看成岭侧成峰啊，你如果从侧边看，你会发现一个大问题。照来。这就是他侧边的照片，他有没有拉弓？他没有，我跟你讲，他是先拉，然后拉了之后他说什么？他说：“哎，这不行，太重了，拉不动，他拉不动，所以只能从正面，好不好？你摄影师你摇头，哎呀，这个阿里姆汤，哎呀，这个比200斤还重啊，这个我肩头扛得起，手部拉不起啊！你在骗我，他扛200斤的，不是？你看旁边那个蒙古大叔，那个大叔汉操小他一个头，4两啊，没下面肌肉，你看轻轻松松拉开，就习主席怎么样都拉不开，这女子也拉得开，但习主席拉不开。OK，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没办法瑕不掩瑜，没办法掩饰我们习主席的威能。2012年的时候，他曾经去柏林那个地方也让体育协会，各位，这都不是他自己，别人叫他的哦，都他自己 say 的哦。足球教练问他说：“你喜欢足球是不是？”习近平就说：“来，大家都靠边。”你知道他叫大家看不干嘛吗？威能太强，我怕震慑到你们，那炸了，踢球就踢出去了，有踢出去，不要照我把球踢出去没有那么难，好不好？但是也不知道踢准吗？这当然不准啊，他就只是踢球而已啊，他就把球踢出去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画面，哇！对啊，太帅了，就这样子啊。但是我跟你讲，习近平我就是很爱去吹嘘这些，但你从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点缩影，什么？如果连他们主席对于运动都如此的好大喜功，那你更不要遑论他在国防上的成就，即便他吹得再响亮，搞不好呢，最后如同习近平拉弓的姿势一样，根本呢就射不出箭来。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